上一集呢，我讲到台湾岛上的一部分巨人可能前往了菲律宾，原本想着他们可能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真相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类的迁徙史都很神秘而且复杂。那本来我想着这一集呢是要研究日本原住民的，但是当我翻开古籍的时候，我又发现他们也跟南岛族和巨人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家好，我是阿斐，又到了我破解神话的时刻了。今天我要带着大家顺着从菲律宾到日本的黑潮，去到日本的南九州，寻找那只可能逃得最远的，却意外成为了天皇身边的保镖的神秘群体——隼人。你现在听到的不是野兽的叫声，而是在1300年前日本皇宫里最神圣也是最诡异的一场仪式。每当有外国使节来访的时候，或者天皇即位的时候，宫廷门口就会站着一群被称为隼人的神秘武士。他们不说日语，而是对着天空咆哮，用来驱逐邪灵。等等，这种声音好像很熟悉，对吧？没错，这种声音呢，后来就演化成为了隼人武士的视线流剑术在挥刀时发出的叫声——猿叫。史书上说呢，他们是来自日本最南端的九州，他们生性彪悍，而且眼神锐利如鹰。但最让我震撼的是，还有他们的盾牌上，发现没有，盾牌的图案竟然和我们的台湾原住民的图腾，还有印尼毛利人的都非常像。那要解开隼人的身世呢，我们还是要先从日本最古老的古世纪史书上开始。这里记载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兄弟阋墙的故事。那弟弟山信彦呢，也就是大和朝廷的祖先，也就是后来的天皇。那擅长在山里面打猎，而哥哥呢，海信彦呢，则是隼人的祖先，他非常擅长在海里捕鱼。那故事的结局也非常有意思。那弟弟呢，利用潮汐珠控制了海水，差点把哥哥淹死。那哥哥海信彦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发誓：我愿意世世代代做你的排优，也就是演员的意思，为你跳舞，为你做护卫。而在日本的书记中也记载了，因为日本的隼人因为风俗习惯和大和民族差异很大，通常被当作异族。那也因为彪悍尚武呢，他们除了充当宫中的守卫，还从事相扑、艺能和主役等职业。那直到今天呢，日本宫廷在重要的仪式上也还会表演隼人舞。我看过那个舞蹈动作呢，它非常怪啊。那舞者会做出不断的挥动手臂，好像在溺水挣扎的样子。那虽然隼人舞呢经过1000年的雅化，但依稀还是能看到纽约毛利人的那种哈卡舞的影子，还有台湾阿美族丰年祭的影子。所以我大胆的猜想，原始的隼人舞应该是和毛利人的舞蹈是非常接近的。纹身、手持长矛，还有手持盾牌，震天呐喊，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同样一群来自海洋的武士用声音在宣示他们的存在。螺旋纹、舞蹈、吼叫，还有纹身，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答案，也就是隼人就是登陆日本南九州的南岛民族。那这是日本平成宫遗址出土的隼人盾，大家仔细看这个花纹，这种黑白相间，呈现出逆 S 型锯齿状的几何图案，那在日本学界被称为直弧纹。那这种充满野性的纹饰，在当时优雅的日本大和文化中是非常格格不入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转向南边，这是新西兰毛利人的螺旋纹，这是婆罗洲达雅克族的盾牌，这是台湾排湾族的百步蛇纹。这种对称的、流动的、带着强烈海洋气息的线条，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南岛民族共同的护身符，用来威吓敌人、驱逐邪灵。那这些图腾呢，不仅出现在盾牌、木雕等装饰上，而且他们都会把它纹在脸上和腿上。毛利人呢、达雅克族人呢，还有台湾原住民呢，都有这种习俗。而且关于隼人的纹饰呢，早在3世纪呢，中国史书《魏志倭人传》就记载了：男子无大小，皆金面纹身，诸国纹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那除了隼人的纹身和南岛民族很像以外，那隼人还有一项绝技——竹艺。那也是和南岛民族非常一致的，
那日本古籍记载呢，损人是非常擅长编织竹器的。而我们知道呢，竹子文明呢是典型的南方文明，从中国南方的百越到台湾，再到东南亚，竹子是南岛语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材料。还有就是拔牙习俗，那就是在成年礼的时候拔掉特定的牙齿，那这跟我们台湾的史前文化还有古越人的一些习俗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是从中国的东南部出发，不仅是还有南岛人，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防风氏巨人。他们顺着强大的暖流黑潮呢，从菲律宾出发，经过台湾，一路向北，终点正好就是日本的九州南部。当南岛人和巨人到达这片新大陆时，丰厚的资源让他们得以和平共处，甚至融合，于是便有了以下这段传说故事。公元720年，面对大和朝廷的压迫，损人动乱，而他们的精神领袖正是传说中高达4.85米的巨人米五郎亚沟罗。那传说米五郎身材无比巨大，皮肤黝黑，而且力大无穷，一脚就能跨过2座山头。这场战争打得非常惨烈，大和朝廷为了镇压这群蛮力惊人的南方战士，甚至不得不借用8幡神的力量，编造各种各样的诅咒。最后损人战败了，他们的头颅被砍下来埋在了一起，就是现在鹿儿岛上著名的损人冢。那即使死后，他们的灵魂也让大和人非常的恐惧，于是有了后来著名的用来镇压怨灵的放生会。那日本南九州呢，每年秋天呢都还会举办盛大的米五郎动祭，那来祭奠这位巨人的英灵。时间快进到1000年以后，明治时代，这里又走出了一位巨人。虽然他的身高呢不如传说中的米五郎这么高，但是对于当时平均身高只有1.5米的日本人来说呢，他1.8米的魁梧身材，还有浓眉大眼，已经足以让他鹤立鸡群。那他就是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你看着他的画像呢，仿佛就能看到当年那个让京都贵族颤抖的损人面孔。他带领着萨摩武士，挥舞着发出圆叫的武士刀，发动了对抗中央的西南战争。就像1000年前的祖先一样，他们从南方北上，试图用原始的勇气去改变那种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日本。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你们虽然对西乡隆盛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啊，不过在清末的时候，他可是明治维新志士的偶像。戊戌变法失败后呢，谭嗣同曾经跟梁启超说过：“臣因处旧，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人之。”那这里的西乡指的就是西乡隆盛，那意思是他自己愿意杀身成仁，勉励梁启超呢，就像臣因处旧，月照西乡一样，最终完成变法。那另外西乡隆盛呢，他还非常喜欢诗歌，而且经常也自己作诗。那以下这首诗你想必也是听过，因为这也是他经常吟诵的，甚至被误认为是他原创的。后来还被毛泽东改编为大家所熟知的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除了一条看不见的史前公路黑潮将南岛人和巨人联系在了一起之外呢，那科学也给了我们答案。那根据京都大学体质人类学的片山一道教授的研究，他在对比南太平洋岛民跟日本古人骨后，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海洋蒙古人假说。他发现日本南方神文人的下颚骨，也就是损人的祖先，它有一种摇椅状的特殊构造，就是叫做摇椅状下颚。那把它放在桌上呢，它就会像摇椅一样晃动。那我们平常汉人的下颚它是平的，不会晃动的。那这和夏威夷人和毛利人的下颚骨特征呢，也是一模一样。那这也证明了损人跟毛利人其实就是几千年前在台湾海峡分道扬镳的亲人。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古代日本人的眼里呢，损人就是异类，因为他们保留了更多神文人的血统，那甚至可能是混合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他们五官深邃，体毛浓密，身材比当时的大和族呢是更加的高大魁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和朝廷一方面歧视他们，称他们为蛮夷，那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他们的武力，让他们担任天皇的贴身保镖。那这就像我们的罗马皇帝一样，喜欢用高大的日耳曼人做护卫一样。那损人呢，就是古代日本的皇家特种部队。那最后呢，我想解开开头的那个怪教的谜题。那这并不是我的凭空想象啊，而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录。那在平安时代927年编撰的《延禧事》，在卷28兵部省损人司中，
那详细规定了损人在大仪时，比如元旦朝贺啊、即位礼，还有外国使节来访时该怎么叫。那关键的原文是这么写到的：凡大仪，今来损人为废，左发本声，右发末声，总大声10遍，小声1遍，气更有2人，发本末声各1遍。那这段话呢，就透露了3个惊人的细节。那第一，他们分工明确，损人呢分为今来损人，也就是新来的损人是负责废教的。那第二呢，声调讲究，声音还分为本声和末声。那第三呢是次数严格，规定要集体大叫10次，小叫1次，最后由2个人单独收尾。那这证明了废声呢绝对不是随意乱叫，而是一场有严格乐谱与程序的国家级驱魔仪式。所以这个怪叫呢，最初呢源头呢很可能就是接近狗叫。那这在我们中国南方瑶族和畲族的神话之中呢，能找到盘湖神犬的祖先传说。那在台湾原住民当中呢，也有对狗的一个灵性崇拜。那损人的吠声呢，也很可能就是这份古老的犬祖记忆的残留。那而且这股来自南方的野性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它是转化成为了另外一种形式。这就是我们开篇看到的日本战国最强悍的萨摩武士在挥刀时发出的凄厉的猿叫。谜题再次解开，又有新的谜题。那我每次查资料的时候，都发现它跟南岛人和巨人都有密切的关系。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下集继续解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订阅。我是阿斐，下集再见。